殿下，臣妾胸前有一顆痣，你想不想看看？我，这是在哪儿？殿下，您怎么了？这美女叫我殿下，我这是穿越了。李晨忽然感觉脑袋一陣刺痛，記憶如同狂潮般湧入他的腦海，疼得他不由慘叫一聲。我成為了大秦帝國的太子，未來的皇帝。大秦帝國皇帝年邁，為了穩固朝政，只好立當朝首輔趙玄機的女兒趙青蘭為後。可這趙玄機狼子野心，竟將自己的遠房侄女趙蕊送入東宮做嬪妃，只為誘惑她荒廢文治武功，好上書罷免她的太子之位，扶持傀儡皇子繼承大統。雖然開局有些受制於人，但總比前世當個嗜996為福報的社畜要強。這一世我一定要享受個夠，江山美人統統到手。哈哈哈，再見了，那些年當牛馬的日子，可笑我這前身懦弱。趙蕊嫁入東宮半年，連手都不敢碰。不過正好能讓我自己獨享了。只是她這位美人可不那麼好享受啊！你這樣的美人，要是能一心一意對待本宮，該多好啊！殿下，臣妾對你肯定是一心一意，你的話臣妾不明白。不明白？那本宮就說得明白一點。趙玄機讓你誘惑本宮，不就是為了讓父皇廢了本宮的太子之位嗎？太子？太子竟然什麼都知道？太子殿下，你說的什麼？臣妾聽不懂。聽不懂沒關係，你不是要讓本宮做廢物太子嗎？本宮做給你看就是了。東宮有變，快去稟報皇後娘娘，請她快來。本宮很喜歡你的眼神，你越是憎恨本宮，本宮就越爽。哈哈哈，當太子就是爽。前世這樣的大明星，我這樣的窮屌絲，舔屏都排不上隊。皇後娘娘駕到。兒臣參見母後。你還知道本宮是你母後？站住！誰讓你進本宮的寢宮的？本將乃是大內侍衛指揮使，負責保護皇後娘娘安全。哈哈哈，不過是個高級點的看門狗嘛。這天下江山都是我李家的，是我父皇的。你一個皇室養的看門狗，也敢對主人呲牙？你敢亮刀，哪怕拔出1寸，也是意欲刺殺太子，罪同謀反。有本事你拔出來一個，給本宮瞧瞧。呵呵，不敢，不敢就滾下去，膽敢踏上台階一步，殺無赦。李晨，你給我等着，等到首輔大人和皇後的計謀一成，我要你死無全屍。殿內，皇後趙青蘭正抱着哭泣不已的趙蕊安慰着，見到李晨走進來，她當即開口訓斥道：太子，你放肆！皇後娘娘，兒臣怎麼了？我可是遵紀守法的好太子。他看向我的眼神，怎麼完全不像是往日唯唯諾諾膽小怕事的樣子了？你這樣對蕊兒，還想狡辯不成？趙蕊是我的妃子，我身為太子，與她恩愛一場，有什麼問題？李晨輕笑一聲，跨步走到了床前，俯身靠到了趙青蘭的耳邊。我知道，娘娘能做皇後，只不過是一場政治交易罷了。現在皇後娘娘還是個黃花大閨女，我說的對不對？你這逆子，怎能說出這種污言穢語？震驚和羞怒到了極致，趙青蘭抬手就要打李晨的耳光，卻被李晨抬手抓住手腕，拉進了懷中。皇後娘娘，是被我說中痛處了嗎？你瘋了！這要是被人看見，是要掉腦袋的。你們趙家的人可都在外面，皇後娘娘是想讓他們都看到這一幕嗎？你快放開我！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。皇後也願意跟我一起死嗎？你跟趙玄機不就是等着父皇駕崩，好廢除我扶持傀儡奪權篡位嗎？可若是這個時候傳出皇後與我穢亂後宮的事情，趙家處心積慮幾十年的布局可就全毀了。到時候全天下都會喊着殺你們全家。李晨的話正好戳中趙家的軟肋，趙青蘭身形一顫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她沒有想到平日裡那麼廢物的太子居然有如此的智謀。今夜你們倆就一起留下來陪我唄。就在這時，門外響起一陣嘈雜的吵鬧聲。皇後娘娘，太子殿下，皇上嘔血，情勢危急，請速回宮。今夜之事，本宮不與你計較，但若有下次，本宮必不會放過你。皇後，衣服亂了。趙青蘭低頭一看，發現自己的衣衫凌亂，羞惱地整理好衣服，這才冷着臉走出寢宮。你在這兒乖乖等本宮回來。夜色已深，李晨跟趙青蘭兩人才趕到了乾清宮。宮內燈火通明，所有在京的一品大員和皇室宗親齊聚一堂。參見皇後娘娘、太子殿下。李晨環顧眾人，一眼便認出了站在前列的當朝首輔趙玄機。在朝野布局幾十年，趙玄機在朝中可謂是一手遮天，其他的內閣大學士和6部長官皆都以他為首。
看来想要掌控朝政，劲敌是这首辅赵玄机无疑了。还是要先去见见我那便宜老爹才行。太子且慢！一位年过半百的老头上前挡在了李晨的面前。皇上如今昏迷不醒，无法接见任何人，请太子不要打擾皇上休息。你誰呀？敢拦我？老臣陈怀志，是文渊阁大学士。好家伙，这是压根儿不把我这个太子放在眼裡啊！上前拦我，非但不会有人治他的罪，回头说不定还能得到首辅趙玄机的夸赞。李晨冷笑一声，抬腿就踹在了陈怀志的手头上。我父皇病重，我这个当儿子的能不担心吗？你这个老東西還攔着我，到底安的什麼心？信不信我現在給你砍了，也沒人敢說個不字。所有人都驚駭地看着李晨，仿佛見到了陌生人一般。沒人能想到，往日窩囊無比的太子，竟然敢當眾腳踹內閣大臣。你還只是太子，便如此殘暴對待朝廷大臣，如此品德敗壞，如何能繼承大統，過繼儲君？老臣必當此見皇上，廢了你的太子之位。哼，老東西，你等着，等會兒看是你死，還是我被廢。李晨走到龍榻邊，正跪着給皇帝把脈的太醫們立刻讓出位置。父皇，兒臣來了。你來了，朕已經不行了，沒幾天可活了。父皇，你別瞎說，你是真龍天子，有上天庇佑，一定能好起來的。朕的身子朕知道，但眼下朕這口氣還不能咽下去。剛才的你很好，如今朝政艱難，你能管好嗎？朝政的問題無非就是內憂和外患，外患在邊關民族，內患在藩王割據。李晨根據腦海中的記憶，結合前世知道的歷史知識，全面分析了大秦帝國的內憂外患。他的每一句話都好像一把把明晃晃的刀子，直插人心。此刻龍榻前僅剩的東廠長宮的三寶太監冷汗直流。這番話他清楚，任何人說出那都是大逆不道，要立刻被拖出去砍頭的。但這時的皇帝聽了，慘白的臉上竟浮起一抹紅暈。好，很好，朕就知道朕沒有選錯人。三寶宣旨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即刻起，令皇太子李晨監國，代掌軍政明大事，見太子如朕親臨。兒臣接旨。臣等接旨。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朕累了，你們都出去吧。兒臣遵旨。父皇您好好休息，兒臣改日再來看您。皇上一定是病得神志不清了，竟然讓你一個廢物太子監國，就你如何能監得了國？老臣要面見皇上，萬萬不可讓江山社稷毀於你手。朝臣沒人說話，都靜靜地看着李晨，想看他是如何反應。而這陳懷志敢如此囂張，也是篤定了李晨在朝中沒有絲毫根基，不敢得罪他這位內閣大臣。父皇已經命我監國，見我如父皇親臨，你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？那是皇上昏聵，一時受你蒙騙了。等老臣見過了皇上，說清楚利害關係，皇上必要廢你這太子之位，更別說監國。這意味着我就是天命，殺你跟捏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。趙首輔，你覺得此人該不該殺？此人以下犯上，目無尊卑，還質疑皇上聖旨，衝撞太子，其罪當誅。很好，這老東西啊，我早想殺了。老臣告退。太子殿下，您擦擦身上的髒血。還要勞煩長公，命人將這老東西的屍體拖出去餵狗。奴婢遵命。對了，諸多皇子中，九皇子不僅最是年幼，年前還被皇後要過去撫養。往後我要知道九皇子每日的一舉一動。奴婢每日會將殿下想知道的所有東西送到東宮。起駕回東宮。太子始終是太子，只要老皇帝不駕崩，我就沒辦法登基。那麼皇位就還有變數，皇權的鬥爭才剛剛開始。算了，不想這些，還是先回寢宮享受享受。芷兒，那狗太子是不是欺負你了？你讓我進去看一眼。你放心，我遲早要殺了那狗太子，為你報仇。放肆！我乃是太子嬪，誰允許你喚我小名的？好，我叫你為太子嬪。太子嬪，自從你進入東宮，為什麼變化這麼大？難道你忘了以前都是我照顧你？胡說八道！當時我還在首府府邸，什麼時候輪到你照顧了？我只不過因為你也是首府的遠房親戚，多與你說了2句話罷了。你不要血口噴人。不是的，你一直都知道我喜歡你，我已經喜歡你很久了。蕊兒，你告訴我，是不是那個狗太子威脅了你？只要你說是，無論如何，都要把那狗太子的人頭摘下來，給你報仇。滾！
我的事情和你无關，以后不要再来见我，否則別怪我翻臉無情。我知道一切都是因為那個狗太子才會變成這樣，你等着，等我報仇。你說我是狗太子，還要摘了我的腦袋？卑職，卑職。來人！錦衣衛怎麼會在這兒？他們不是只聽從皇帝一個人的調令嗎？我是當朝首輔趙大人的遠親，更是皇後娘娘宮中的侍衛首領，你不能把我交給錦衣衛。你說不就不，我告訴你，在這東宮我說了算，把這狗東西押在殿前，杖罰100。李晨，你敢打死我，皇后和趙大人絕對不會放過你的。你口中的趙大人也不過是皇家的臣子，我代表着皇家，即便是把你打死了，你能如何？趙玄机又能如何？真是差，拖到殿外去打。殿下，怎麼怕了？不怕，那我們就趕緊去睡覺。春宵一刻值千金。一夜無話，勞累一晚的李晨醒時已經3竿。殿下，您醒了。臣至昨夜已經行刑完畢，打到最後一仗才斷的氣。做得不錯。對了，我要的東西呢？已經送過來了。李晨接過來一看，上面果然詳細記載了九皇子李玄的一舉一動。這九皇子怎麼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去司禮監？是首輔大人以鍛鍊九皇子之名，特許九皇子每日到司禮監觀看奏章，以學國事。怎麼，這大秦帝國的儲君，他趙玄機是定給九皇子了？太子殿下息怒，那司禮監執筆太監是皇後娘娘的心腹，此事只怕是要從長計議。從長計議，我壓根就沒打算和他們浪費時間。要是不懂事，殺了便是。走，去司禮監。九皇子您慢走，明日早些時候，奴婢會提前把奏章整理出來，好讓您學習國事。做得好，時辰不早了，我就先去給母後請安了。太子殿下駕到，臣弟見過太子。哼，魏賢，你當司禮監執筆太監多少年了？回禀太子殿下，奴婢當執筆太監已經4年了。太子殿下，您這是？我如今替父皇監國，一切軍國大事都由我來打理。你一個小小的司禮監執筆太監，居然敢把奏折私自給九皇子看？奴婢只是聽從皇後娘娘與內閣首輔的安排，還請太子殿下息怒。還拿皇後和內閣來壓我？你當我會顧及皇後和前朝的議論，免你一死？來人，拖下去砍了！這司禮監既然不聽本宮的話，不要也罷。九皇子，救命啊！二哥，這魏賢畢竟是宮中的老人，你可知道，凡是皇子未經父皇允許擅自觀看奏折，可是謀逆之罪。我沒有謀逆，是母後跟老師同意我看到，讓我提前學習國事。提前學習國事？哼，你是想等到父皇駕崩，取代我登基稱帝嗎？哥，我沒有那個意思。哼，我等會再找你算賬，先把他拖出去砍了。太子，饒了我，我也只是聽命行事，饒了我吧。三寶，這司禮監內有誰不是魏賢的同黨？回禀太子殿下，此事太大，奴婢不敢多嘴。只要你對我忠心，父皇能給你的權力，我也能給。新的執筆太監，你挑選一個合適的，其他魏賢的同黨全殺了吧。遵命。太子殿下，饒命啊！你過來。我跟你雖是同父異母的兄弟，但有些東西不是你該碰的。要再有下次，我會讓你死得很慘。看着李玄眼神中的委屈與憤怒，李晨表情冷漠，巴不得李玄此時衝上來。只要李玄他敢動手，再加上他偷看奏章的由頭，我直接把他給弄死。皇後跟趙玄機都沒有話說。奴婢乃是皇後娘娘的貼身侍女，傳皇後娘娘懿旨，請太子殿下和九皇子即刻趕往鳳翽宮面見皇後娘娘。兒臣領命。你簡直太放肆了！你貴為太子，九皇子是你弟弟，有什麼話不能好好說？你竟動手打他！我沒殺了他，已經算是看在父皇的面子上了。你說什麼？你不要以為你是太子，本宮就沒辦法治你了。本宮還是皇後。是的，你是皇後，但後宮不得干政。我可是父皇聖旨指定的監國太子，而九皇子沒有父皇許可，擅自看奏章，這是多大的罪？我就算殺了他，誰敢說個不字？你先去隔壁偏殿溫習功課，其他事情我來和太子說。你也下去吧，我要和皇后說一些體系話。這是鳳翽宮，太子也不敢做什麼。況且九皇子的事情的確不占理，還是不要讓太多人知道。都退下吧。哼！
太子，说吧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本宫说？大胆，你！皇后娘娘別再生氣了，你這麼天生麗質，總生氣會長皺紋變醜的。你快放開本宮！嘿嘿，你這麼美，我怎麼捨得放開？九皇子就在隔壁，宮殿外也有不少人在。你想讓大家都看到這一幕嗎？這裡是鳳喜宮，你就不怕死嗎？這天底下就沒有不怕死的，所以皇後娘娘，咱們小聲一點，別讓他們發現了。就在這時，偏殿的九皇子察覺異樣，來到了殿外。母後，兒臣在偏殿聽到你的聲音，是有什麼不妥嗎？需要我進來嗎？不要進來。真的沒事嗎？本宮說了沒事就是沒事，你快回去溫習今天的功課。你放肆夠了沒有？這哪能夠啊！哎，種個草莓好看多了。李晨，你給我滾，滾出去！嘿嘿，那皇後娘娘，我就先行告退了。這趙青蘭的確美豔動人，但男人一定要管得住自己的褲腰帶。我可不能為了一時之快，葬送了自己的大好未來。先回東宮。太子殿下，奴才是司禮監新任執筆太監陳守，來給您送奏章了。知道我的用人標準嗎？奴才不知，奴才只知道辦好太子吩咐的事，其他不該問的不問，不該聽的不聽。不錯，三寶太監挑的人我很滿意。這是李晨第一次以大秦帝國儲君的身份，通過奏章來了解整個帝國的運轉情況。他把無關緊要的奏章丟到一邊，挑出了稟報災情和邊防戰亂的奏章。南河行省遭遇50年一遇洪災，災情綿延千里，數十萬百姓流離失所。這災情已經發生了2個月，為何內閣只是批條，讓南河行省自行籌措糧食賑災？國庫歸屬戶部管理，戶部那邊的意思是國庫空虛，朝廷自己也沒錢，自然只能讓地方上自己想辦法。去，將戶部尚書雷諾山叫來。半個時辰過後，戶部尚書雷諾山才不慌不忙地趕到東宮。臣雷諾山參見太子殿下。你身為臣子，見我為何不跪？按照祖宗規矩，臣子只有見到皇上、皇後、太后十方才行跪拜之禮，對太子只需拱手行禮即可。父皇命我監國，見我如父皇親臨，你見君不拜，乃是謀逆的大罪。一聲巨響，2名錦衣衛立刻衝入殿內，殺氣騰騰地盯着雷諾山。不是，太子怎麼上來就用皇權壓人？太子，你這是要殺了臣嗎？你可要考慮清楚，你一旦這麼做，讓文武百官寒了心，可就沒人敢給太子辦事了。哼！都把這忤逆之臣給我拖下去砍了！太子，你如此殘暴，如何能讓百官心服啊？一個內閣大學士的腦袋還不夠讓你們懼怕我，那麼再加上你一個戶部尚書腦袋，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你們這些文人的骨頭硬，還是我的刀更硬？太子殿下，逆臣雷諾山已經伏法。剛好國庫空虛，去抄了雷諾山的家，全部充入國庫。從始至終，李晨從未想過跟這些大臣玩所謂的政治遊戲，慢慢爭取回權力。他要快刀斬亂麻，挑出幾個能為自己辦事的人來，再去把戶部左侍郎叫來，我倒要看看這戶部今天要砍多少腦袋才能聽話。微臣戶部左侍郎徐長卿參見太子殿下。免禮吧，雷諾山剛才也站在你這個位置，只不過現在已經死了。微臣不知雷諾山所犯何罪，但既然讓太子殿下大怒，想必他是罪該萬死。你比他聰明。微臣只知道，如今皇上龍體欠安，無法處理國政，而太子為監國，那麼天底下所有人都要聽太子的。現在朝廷上下都是趙玄機的人，我急需組建自己的班底，而這徐長卿看起來倒還不錯。你看看這個吧。太子殿下，南河行省的災情已經發生2個多月，呈上來的奏折一份比一份嚴重。那為何不賑災？現如金國庫存銀不過370萬兩，連基本的開銷都已經不夠，實在沒辦法賑災。我記得國庫1年的稅收不是有6000萬兩嗎？怎麼會只剩下這麼多了？除了各地賑災花銷軍饷加劇不說，各地藩王還以各種理由不上繳稅貢，這一塊就損失了大部分收入。不管什麼時候，藩王都是一大毒瘤，只可惜現在父皇隨時可能駕崩。別說我想削藩了，到時候他們不造反，我就要燒高香了。藩王的事情我知道了，災情連年，底下的貪官也不少，這事我會去讓東廠處理的。還有，現在市場糧價如何？殿下有所不知，戶部曾向京城3大糧商借糧，可他們不但一毛不拔，還將糧價漲了10倍不止。微臣有心懲治，可他們背後都有人撐腰。你去通知京城3大糧商，就說今晚本太子在東宮設宴招待他們。這些奸商敢發國難財，
真不怕朝廷殺了他們嗎？处理好緊急政務，李晨便前往了乾清宫。看着皇帝依舊躺在龙榻上昏迷不醒，他不由得叹了口气。我这便宜老爹不死，我就没办法登基。可要死得太快了，朝廷这烂摊子可就不好处理了。太子殿下真是一片孝心呀！太子殿下，3大良生中，陈家家主称病，胡家家主说不在京中，剩下一个刘家直接闭门不出，恐怕是都不愿意来了。好啊，既然本太子请不动他们到东宫，那麼我就親自去他們府上走一趟。三寶，殿下，奴才在。帶100名錦衣衛，隨我出宮。草民陳敬川攜帶家眷參見太子殿下。你不是病了嗎？怎麼現在又見得風，不怕病情加重？太子殿下，草民按照大秦禮制，傷及罪賤，門府不得超3米高，階梯只能用4階，在京城不得擁有土地。陳敬川，你這是把大秦禮制踩在腳下，視若無物嗎？草民冤枉，這處宅子是草民租借來的，並不是購買而來，草民願意立刻退租。壞了大秦律令，你一句退租便可以了事嗎？本太子不想聽你解釋，也不打算知道是誰給了你雄心豹子膽，竟然敢來違抗本太子旨意。現在我便要借你的項上人頭一勇，讓那些人看看得罪了本太子的下場。求太子開恩，求太子殿下開恩。你雖然貴為太子，但我們陳家也是奉公守法的生意人，你一言不合便是要打要殺，如此這般，天下人如何能心服？你別忘了，京城的百姓們可都在你身後看着你。閉嘴！你這逆子，你要我們陳家滿門都死絕嗎？太子殿下，草民教子無方，求太子殿下開恩。不錯，有膽魄。可你們陳家趁着災情遍地，大發國難財，把糧價翻了10倍，百姓辛苦勞作還換不來一口飯吃，你怎麼有臉讓百姓看呢？來人，上級陳家哄抬物價，衝撞太子，傳本太子詔令，將陳家滿門抄斬，錢財全部衝入國庫，用來賑災。太子殿下仁慈，太子殿下饒命啊！走，下一家。太子殿下，此次查抄3大糧商，共為國庫增添了15000兩。京城3大糧商，除了主動獻上家產，還有利用價值的劉家外，其他2家都被李晨給滿門抄斬，算是暫時緩解了國庫空虛的情況。太子殿下有新的消息。殿下，臣先告退。朝中過半的一品官員剛才在趙玄基府中商談了2個時辰才離開。知道他們談的什麼事情嗎？錦衣衛的探子只知道他們明天要聯手到東宮面見太子，具體什麼事情暫時還不知道。看來是本太子這幾天的所作所為讓他們急了，他們已經不習慣頭上有皇權壓制，想要回歸正軌了。而最好的辦法就是讓本太子屈服，或者讓我消失。奴婢以及東廠願為太子赴死。我知道你這話肯定是真心的，畢竟若是本太子沒了，你和你的東廠也要完蛋。起駕去皇後宮中。兒臣求見皇後。夜色已深，太子不宜見本宮，有什麼話說完便退下吧。皇後確定要讓兒臣在這裡說嗎？你們都退下吧。有什麼話現在你可以說了。放肆！誰讓你進來的？行了，我放肆的還少嗎？以後這種話皇後還是別說了。你不要以為本宮就那麼好欺負。剛才朝廷有實權的一品官員都在首府府邸密談了2個時辰，我雖然不知道他們談了什麼，但我清楚他明天會來東宮找我的麻煩。我準備明天在東宮藏100刀斧手，等你父親來了，直接把他們亂刀砍死。不要，你這麼做，京城必將大亂。我知道，但是他們不想讓我活，我就跟他們拼了，要不然還能任由他們宰割嗎？不如太子先暫且放下監國之權，先跟在首府身邊慢慢學習，等到了時候，首府自然會把監國之權還給你的。皇後可真是趙家的好女兒，什麼時候都替首府着想。那太子還有其他辦法？我跟你說了，豈不是等同於直接告訴給了趙玄基？既然你父親忘恩負義，那本太子先在你身上收點利息。太子，你不要得寸進尺。母後，兒臣已經把秦前500史的前半天背下來了，現在母後有時間聽兒臣背誦嗎？皇後，你不趕緊想個辦法將他趕走，別壞了我們的好事。我們有什麼好事？既然不想趕他走，那讓他進來瞧瞧。不要！母後，您聽見兒臣說的話了嗎？秦前500史，通篇23000字，
即便是最为簡单的前半篇，也有1萬字。九弟，你说你背下來了，我不信，你背來聽聽。太子也在，這麼晚了，太子怎麼會在母後的寢宮裡？是有什麼很重要的話，不能被旁人聽見嗎？我和皇後有一些要事要談，你不用多管。既然你要背誦課文，我作為你的哥哥，自然也有義務指導你。勤錢500，觀前人時可知今日興衰。大觀歷史，以明辨是非。你混賬！我怎麼混賬了？不行！母後，您怎麼了？本宮沒事。剛才是不是茶杯碎了？母後可否傷到？兒臣可以進來嗎？本宮沒事，你不要進來。兒臣擔心母後，請讓兒臣確定母後沒事，兒臣再向母後請罪。看夠了嗎？看夠了就滾出去。對不起。九皇子這般軟弱，如何能扶持得起來？有朝一日真讓他站在李晨面前，他有那個勇氣嗎？九皇子的書還沒背完，去外面繼續背。本宮聽着。太子，你先回東宮吧，夜色漸深，你留在鳳喜宮不合禮數。那我就告退了。皇後，沒完成的事，我們下次繼續。此藥無色無味，服用之後100日內暴斃而亡，神仙難救，查無可查，切記聽命行事。就在剛才，首輔趙玄機將這2樣東西秘密送入東宮，就是準備日後讓趙蕊毒殺太子李晨。毒殺監國的太子，這可是抄家滅族的大罪。有沒有想我？太子殿下，你什麼時候來的？怎麼，有什麼秘密怕被我看到嗎？殿下就不要取笑臣妾了，在殿下面前，臣妾哪有什麼秘密？不錯，越發的乖巧，會說好聽話了。不過我怎麼知道你身上有沒有秘密？還是要檢查一下。殿下，臣妾還沒有準備好。放心，這次不會像以往那樣粗暴了。太子殿下，當朝首輔趙玄機、建極殿大學士王騰煥以及大理寺卿孫伯禮、刑部尚書滕懷義等人在襲政殿求見太子。殿下，正事要緊，首輔他們過來必然有要事，殿下還是快去吧。三寶，讓他們等着，等得住就等，等不住就滾。奴婢遵旨。太子殿下，那些都是朝中重臣，你這樣只怕是他們都要說殿下荒淫無度，不配為一國儲君了。配不配為儲君，又不是他們說了算。總之，前朝的事情你別操心，天塌下來也落不到你頭上。一日之計在於晨，別浪費時間了。怎麼就你一個人來了？太子呢？太子在忙，讓我給你們帶話。等得住你們就等，等不住就滾。你這閹人，竟然敢在大殿滿嘴髒話！孫大人，這是太子殿下的原話，咱家可不敢亂傳太子的口諭。還有，咱家雖然是閹人，但是卻懂得忠君2字，不像孫大人拿着朝廷的俸祿，反而為他人做狗。你好了，孫大人，你我靜心等待片刻便是。太子殿下怎麼還不來？你再去通報一聲。你是個什麼東西，也敢指使咱家？太子殿下駕到。臣等參見太子殿下。孫伯禮，你是嫌本太子來得太遲嗎？要不要本太子給你道個歉？太子殿下息怒，微臣。誰讓你免禮了？滾去殿外跪着。看着孫伯禮恨意滔天的背影，李晨只恨今天理由還不充分，否則直接砍了孫伯禮，也算是削弱了趙玄機的一部分力量。各位這麼一大早來東宮，有何事？老臣斗膽，敢問太子殿下，昨日出宮將京城糧商滿門抄斬，是否屬實？沒想到這麼點小事，還驚動了首輔大人。太子監國不過數十日，死於太子刀下的便有上百條人命，朝中群臣跟天下百姓都人心惶惶，膽戰心驚。老臣輔佐陛下治理天下數十年，眼下太子犯錯，老臣必須站出來阻止，否則愧對江山社稷。請太子殿下安心學習，暫放監國之權。臣等請太子殿下安心學習，暫放監國之權。如果我說不呢？如果太子一意孤行，老臣只能讓3萬御林軍拱衛皇宮，等待陛下康復了。放肆！本太子乃是皇上親賜的監國之權，你這幾個老匹夫說收就收，這大秦的天下何時變成了你們的了？你說本太子嗜殺成性，和我有殺錯一人嗎？這幾日抄家所得共計2000多萬兩，大秦帝國1年的稅收才多少錢？
殺這樣的害蟲，連百姓都拍手叫好。你說本太子有什麼錯？哼，太子殿下，事已至此，这些都是没意義的掙扎。宮外的3萬羽林衛絕對不會允許殿下胡作非為。敢威脅本太子，幸好我早已安排100錦衣衛，只要首輔大人敢輕舉妄動，我一定會讓你死在我前面。難道太子殿下對祖宗社稷沒有一點敬畏之心？你是想讓大秦江山毀在你手嗎？太子殿下，皇上醒了，要見太子殿下。滚開！父皇，儿臣來了。這幾日你都做了什麼事？老臣趙玄機參見聖上。聖上，您終於醒了！大秦之福，大秦之福啊！狗东西！父皇剛醒，急需靜養。你到這裡大喊大叫，是想要把父皇氣暈嗎？三寶，從現在開始，誰再驚擾聖上，殺無赦。是。你說，兒臣這幾日斬殺了幾名貪官，查抄了許多現銀，國庫壓力大大緩解，接下來就可以賑災。父皇，兒臣需要兵權，確保監國之位不被小人所動。太子妃去大將軍府，就說朕讓大將軍後人履行承諾，你娶蘇震聽之女蘇錦帕為太子妃。李晨身為太子，正是太子妃大概率是大秦帝國未來的皇後，而大秦皇帝指定的蘇錦帕是當朝世襲冠軍王蘇震庭的女兒，也是給李晨留下的軍方力量。兒臣謝父皇隆恩。皇上，朕還沒死呢。皇上自有上天庇佑，一定會安然無恙。老臣必保江山無恙，保太子無恙。希望你說到做到。你抓緊時間。在大秦皇帝床榻前又看護了2個時辰，下午李晨便身着便裝來到了將軍府。微臣，蘇將軍不必行禮，我微服前來，就是想以世侄的身份來見蘇將軍的。那不知太子殿下前來所為何事？我此次前來是遵從父皇之命，前來迎娶將軍之女蘇錦帕為太子妃。能嫁給太子作為太子妃是錦帕的福氣，不知太子殿下何日大婚？既然是本太子大婚，一切事宜按礼制安排就是。家女正在外面參加詩會，末將不妨先將家女叫回來，跟太子先見上一面。不用，我今日剛好有空，正好也去參加詩會，見識見識京城中的才子。三寶，你在這等着。這位公子，請留步。公子可是來參加詩會？是，我是來參加詩會的。這座閣樓今日被趙首府的公子趙太來包場，若是參加詩會，還請出示請帖。請帖？我倒沒有。沒有請帖也可以。公子家中若有直系長輩在任上當官，從4品以上也可入。若是沒有長輩當官，捐贈500兩銀子，又可以上樓旁聽。這倒是新鮮。這詩會不是大家討論詩詞歌賦的地方嗎？怎麼還比拼家裡長輩官級和家中財力？你沒事吧？這位公子不會是沒睡醒吧？趙公子花費數十萬兩白銀建造這滕王閣，本就不是你這種窮酸貨來的地方，趕緊給我滾！錢我沒有，家中長輩也沒人在朝中做官，但今天這滕王閣，本公子還真要進去見識見識。有膽你就攔！來人！認識這是什麼刀嗎？認識繡春刀。知道用繡春刀的是什麼人嗎？知道，東廠錦衣衛。知道就好，把這3人帶回東廠趙獄，好好的伺候伺候。你是誰？怎麼混進來的？這位朋友面生得很，不知道是朝中哪位大臣的公子，說來又為何事？我在朝中並無家眷當官，殺後可是蘇錦帕小姐。大膽，蘇小姐芳名，也是你這來歷不明的小人可以喊的。主子都沒開口，這瘋狗亂吠什麼？你竟敢罵我！你到底是誰？敢到這種地方搗亂，是嫌命長嗎？我不是來搗亂的，應蘇將軍之邀，特地來跟錦帕小姐見上一面。若是合適的話，便擇期定親。可以這麼說，我是來找媳婦兒的。哪來的瘋子，竟敢調戲錦帕小姐？來人，給我把他拖出去亂棍打死！將我亂棍打死？等一等，這位公子，你說要與錦帕我擇期定親，但為何錦帕從未見過？沒見過，
又不是不能定親，而且我这不是特地来跟你相見了嗎？大膽！锦帕小姐何其高貴聖潔，你居然敢褻瀆！褻瀆什麼？長得再好看，再聖潔，也終究還是個人。你們甘願當舔狗，我卻不願意。再說了，連纱簾都不敢挑，一個個的也別學人出來玩風流泡妞了，真是丟人現眼。我沒說錯吧，錦帕小姐？錦帕雖然與公子素未謀面，但公子的幾句話卻也新鮮。你不會覺得我是個口出狂言的瘋子吧？瘋與不瘋，其實和我無關。現在公子看也看過了，可否放下紗簾？說的也對。你這登徒子，趕緊出來，我還能放你一馬。否則，我父親是當朝首輔趙玄機，必要讓你全族後悔。就這種人，幸虧當初蘇大將軍拒絕了趙玄機的提親，要不然嫁給他，不如早點死了算了。既然你知道他父親是當朝首輔，就不怕得罪他嗎？這天底下沒有我不敢得罪的人，只有別人不敢得罪我。公子好大的口氣！我口氣大不大？你隔這麼遠怎麼知道？要不要蘇小姐湊近聞一聞？公子請自重。蘇小姐，你可認得此物？你爹是刑部郎中将，你去讓你爹派一队官兵來，等會我要弄死這狗賊。我爹問起來，我怎麼說？你就說是本公子的命令，你爹還能猶豫？好，我這就去辦。狼牙玉佩，公子為何會擁有此物？既然錦帕小姐認識此物，那看來我沒有說錯。你覺得我怎麼樣？不怎麼樣，你長得還算不錯，但你我才見一面，想要娶我還不夠。哦，那什麼樣的人才有資格娶你？我的夫君必須文武雙全，天下第一等的良人。他要有如同潘安一般的容貌，也要有可敵國的財富，更要有萬萬人之上的權柄，並且要與我志趣相投，才情第一。你這要求可不低。既然如此，公子可知難而退？你的這些要求，對於他們來說或許難如登天，不過對於我來說也算不了什麼。這裡是詩會，不是你在這裡胡言亂語的地方。在座的都是京城最優秀的才子，對，有本事你以《滕王閣》為題寫下一首詩來。只怕你這樣的草包，胸無點墨，什麼都寫不出來。公子可敢試試？哼，看來不拿出幾首詩來裝一下，簡直浪費了我穿越者的身份。我來口述，還請錦帕小姐幫我寫下來。只希望公子可不要辜負了錦帕的一片期待。自是不負美人。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，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廬。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閒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。閣中弟子今何在？坎外長江空自流。公子這首賦文采堪稱當世第一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這不可能是你寫的。說是哪裡抄來的？趙公子，若是這篇文章原先就有，恐怕早就名垂千古。為何我們所有人都沒聽說過？還請趙公子不要胡攪蠻纏。我就是不信，他這樣毫無名氣的廢物能寫出這樣的文章。就是他，他不僅辱罵我，還衝撞了趙公子。快把他給我綁起來！沒錯，把他給我綁了。讓你狂！等會到大牢裡面，有你舒服的時候。等等，你們這是幹什麼？你們身為朝廷官兵，忘了是誰給你們發的俸祿，讓你們身着官服，是讓你們秉公執法，為百姓討公道的，不是讓你們給這些官宦子弟做狗的。來人！錦衣衛，拿下！給我放開！我爹可是刑部郎中將，你們动我一個試試看。你爹是郎中將，你是個什麼東西？可有官職在身？我說不出來，那就是沒有了。拖出去，殺了，將屍身掛在閣樓上，給這群所謂的官宦子弟醒醒腦。趙公子，救我啊！你到底是什麼人？居然能調動錦衣衛？你們身為權貴之後，所穿、所用、所得，皆是朝廷賜予，一個個有着最好的條件，不想着如何報效朝廷、報效國家，反而利用父輩權力為所欲為。真當這大清的天下是你們做主嗎？一個個生養的細皮嫩肉，卻文不能安天下，武不能定乾坤，簡直就是浪費糧食。殿下出大事了，徐長卿求見，說抄家的400萬銀兩被搶了。什麼？公子，等等，你的文章。這篇《滕王閣序》本就是信手而來，既然錦帕小姐喜歡，便送給錦帕小姐了。我還有些俗事，錦帕小姐，下次再見。大秦帝國皇太子李承胤，
锦帕，他到底是谁？他既然不愿说，我也不好公布。还有，请赵公子自重，你我之间请用尊称。我有些累了，先行回家了。各位下次再会。赵公子，现在可怎麼辦？我怎麼知道怎麼辦？滾！都給我滾！此仇不報，趙太來誓不為人。太子殿下，真的出大事了！查抄梁商的500萬現銀被搶了。天子腳下，500萬兩現銀，就是搬都要搬半天。你告訴我，這麼多現銀被搶了？這500萬兩白銀並不在京城當中，而是存放在通縣的錢莊內。陳清點所有資產查封後，就準備運往國庫。可押運的官兵剛出通縣，就被一夥人給搶了。所有官兵無一幸免，全部被殺。臣趕到現場時，500萬兩白銀已經不翼而飛。臣內心惶恐，不敢有絲毫隱瞞，就立刻前來向太子請罪，請太子賜死。現在殺了你有什麼用？你死了，那500萬兩銀子就能回來。押送路線都有誰知道？押運路線除了臣之外，還有通縣的官吏知道。庫銀剛出通縣就被搶劫，絕對是有內鬼。徐長卿，這件事交給你去辦，若是抓不出內鬼，拿你試問。臣遵命。三寶，你再派幾個擅長查案的好手去事發地仔細搜查，足500萬銀兩，短時間內絕對運不了多遠。給我掘地3尺地查，有消息立刻匯報我。是，只是如此大的事情所牽涉，恐怕不小。不管牽涉到什麼人，一律拿下。有我在，翻不了天。由於錦衣衛倾巢而出，庫銀被劫的消息不脛而走，整個京城都徹底沸騰起來。當天深夜，這件事便終於有了些眉目。稟告太子，錦衣衛已經查到線索，500萬兩庫銀就在京城北郊羽林衛副指揮使柳賓成的大營之中。柳賓成和趙玄基是什麼關係？兩人之間明面上並無聯繫。3年前，趙玄基的侄子趙建業還搶了柳賓成的指揮使一職，雙方算是水火不容。你先將消息放出去，就說搶劫銀庫一案的幕後真兇已經被抓到，看看各方的反應再說。另外，盯緊柳賓成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剛得到消息，柳賓成的羽林衛北大營突然關閉了大營正門。根據探子觀察來的情報，柳賓成應該是忍不住要把那批庫銀給運出去了。柳賓成真是膽大包天。殿下，羽林衛是大秦精銳，若是殿下要對柳賓成動手，要做好萬全準備啊！去，把蘇振廷將軍請到東宮來。臣蘇振廷參見太子殿下。事情三寶應該都給你說了吧？蘇將軍，我就開門見山了。羽林軍要是有異動，你能攔下來嗎？殿下，羽林衛很多官兵都是家父當年帳下的小兵，只要有臣在，羽林軍不會做出任何對殿下不利的事情。那就太好不過了，請蘇將軍即刻跟我一起收服羽林軍。臣遵命。柳大人，附近發現了錦衣衛的蹤跡，太子應該是調查到我們了，我們應該早些動手。這些道理我都知道，只是我們的勢力還遠遠達不到控制羽林軍的地步。光是一個趙建業就死盯着我們，就是他逼我們走到了這一步。要不是他克扣我們軍饷，我們怎麼可能打庫營的主意？軍中規矩，無令調動30人殺無赦，調動100人以謀逆罪論處。現在我們整個北大營足8000人，已經是抄家滅族的死罪了。要不，我們直接帶着8000兄弟逃到山上做霸王。按照朝廷如今的局面，過幾年說不定兄弟們還能輔佐柳大人成就大事。你說什麼？這是謀反的大罪，你也敢說出口？柳大人，難道你要我們這8000個兄弟全部束手就擒？柳大人，太子和蘇將軍一起來了。大人，如今太子來興師問罪，不如我們直接把他綁了，我們也來個挾天子以令諸侯。你在胡言亂語，我立刻砍了你！讓所有人隨我出去迎接蘇將軍。末將羽林衛副指揮使柳賓成參見蘇將軍。參見蘇將軍。柳賓成，你沒見到太子殿下在這裡嗎？末將只知君神之後，不知什麼太子，況且末將也不認識太子。若是要讓末將承認，請太子出示聖上詔書，對應一番，末將才敢承認。柳賓成，我來你這羽林衛北大營，難道還要帶着父皇冊封我的詔書來不成？按照帝國律制，凡是皇嗣，若是沒有聖上手諭，不得到軍營，不得私下接觸武將。末將絕無不臣之心，僅僅是按律辦事而已。好一個按律辦事！月前父皇下旨由我監國，
按照大秦律制，太子监国、军政大权都由我来決定。現在我可否當得起你一拜？末將柳賓成參見太子殿下。柳副指揮使，朝廷剛丟了一筆500萬的庫銀，你可知道下落？末將不知。好，本太子再問你一遍，你知道還是不知道？太子，這是何意？我問你話，你聾了？太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保護太子！全部讓開！柳賓成私劫庫銀，證據確鑿，罪該萬死。你們大多數是無辜之人，本太子和朝廷沒有任何追究的打算。而現在你們作為大秦帝國的精銳，拿着朝廷的軍饷，卻用刀槍對着本太子，是要謀反嗎？放下武器，本太子一切既往不咎。但若執迷不悟，等到另外2萬羽林軍精銳趕來救駕，你們每一個人不但自己要死，還要被誅九族。你們認識我嗎？自然認識。既然認識我，還不把刀放下？大秦將士的武器怎能對準大秦太子？卑職萬事，請太子殿下、蘇將軍開恩。都起來吧，本太子說過，只要你們放下武器，就不會為難你們。蘇將軍，我沒記錯的話，你有位兒子叫蘇平北。正是。好，即日起，蘇平北接任羽林軍副指揮使，統帥北大營。你們以後就跟隨蘇平北，好好輔佐他，徹底掌控北大營這8000將士。末將遵令。處理好羽林軍北大營的事後，李晨便找到了丟失的500萬兩庫銀，讓戶部押送回了國庫。儿臣甚是想念皇後娘娘，特來給皇後娘娘請安。太子，本宮有些乏了，正在休息，還請回吧。本太子來見皇後，你這狗奴才敢阻攔，滾開！本宮說了，本宮不想見你，你還敢闖進來？我真是有正事。你還能有什麼正事與本宮商量？遵父皇之命，去冠君王蘇振庭之女蘇锦帕為太子妃，此事需要皇後來主持。不行，此事事關重大，要從长計議。皇後不會是吃醋了？厚顏無恥！我知道你跟你父親趙玄基不想讓我跟蘇家聯姻，否則想要廢掉我，難度就更大了。本宮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賜婚的是父皇，皇後想要阻止，又怎能違抗得了聖命？你放開本宮！又不是第一次了，皇后還不能習慣嗎？你到底想怎樣？迎娶太子妃一事，還需要皇後下懿旨詔書。你來逼我，就為了這懿旨詔書？也不全是。之前我在宮外說了，幾日不見，我對皇後想念得緊。詔書本宮下給你，但今日之事以後絕對不允許發生。讓我再放肆一回，下次絕不再犯，如何？夠了沒？還差點意思。你給本宮滾出去！太子殿下，戶部左侍郎徐長卿在東宮外求見，說是有急事要請殿下決斷。我這就回東宮。混賬！無恥之徒，無恥！太子殿下，這些人真是無恥至極，無恥至極啊！什麼事情好好說。這段時間靠着殿下的雷霆手段，國庫是充盈了不少，可朝中各部都聞風而動，想着法子伸手來要錢。最過分的兵部伸手要1100萬兩發放軍饷，光羽林衛的趙建業就要拿走300萬兩。羽林衛的軍饷當真拖欠着。殿下，國庫的情況您也知道，拖欠軍饷的事情都半年了。這件事我知道了，你去把兵部尚書席萬里還有趙建業叫來。遵命，臣這就去。臣席萬里見過太子殿下。徐長卿說你要1100萬兩銀子發軍饷。正是。全國軍隊所欠的軍饷賬單都沒有，你伸手就要銀子。這些東西臣已經奏報內閣過了，就是說給殿下聽。殿下聽得懂嗎？軍饷一事並非兒戲，太子若還想着國泰民安，還是快些讓徐長卿將銀子撥過來。身為兵部尚書，柳賓成在你眼皮子底下劫走朝廷500萬兩庫銀，本太子治你一個渎職之罪，你可有話說？此事微臣的確不知情。他柳賓成位高權重，不服管教。微臣雖然統領兵部，但對羽林衛卻沒權掌控。他要找死，微臣如何能攔得住？他位高權重，有你這正二品的兵部尚書的權更重。今日柳賓成敢在天子腳下劫庫銀，來日趙建業是不是可以直接兵進東宮，把本太子給殺了？太子，你這是欲加之罪。本太子
還就要欲加你的罪了。你以為仗着內閣，仗着趙玄機，本太子便不敢動你？你也不想想，若是趙玄機有把握讓本太子低頭，又何必讓你这一個兵部尚書來伸手要銀子？来人，奴婢在。傳令下去，兵部尚書袭萬里，不尊太子，為官不恪守本職，流放3000里。臣不服，太子如此嚴苛，臣不服。本太子代地监國，即是皇命，你不服又能如何？拖下去！哎呦！處理完袭萬里的事情，李晨開始看起今天司禮監送來的奏章。這些奏章關乎各地災情，讓他心頭格外的沉重。三寶，你執掌東廠，眼線遍布天下，本太子想知道災情究竟嚴峻到了什麼地步？回禀殿下，奏章上所說的，只怕已經演示過了，真正的災情恐怕更加嚴重。易子而食都是常態。災情本就嚴峻，現在大雪彌漫四省，不知道這些災民還能熬過今天的寒冬嗎？殿下宅心仁厚，百姓定能安然無恙。別拍馬屁了，去把冠軍王蘇振廷請到東宮，本太子有要事與他商量。末將蘇振廷見過太子殿下。蘇將軍，本太子明日想要上早朝。殿下不可，太子雖然如今監國，依法可以主持早朝，但朝廷已經有1年多沒有開過早朝，一切事務都是內閣趙玄機主理。此時殿下想要上早朝，必然會觸動趙玄機的反擊。道理是如此，可百姓此刻身處水深火熱當中，早朝一事，本太子必須推行。不上早朝，本太子便無法名正言順地干預朝政，無法直接賑災。誰敢阻攔，本太子就殺誰。臣願為殿下赴湯蹈火。三寶，你去帶着錦衣衛，在京城3品以上京官，有上朝資格的，明日一早，榜也給本太子把人綁上殿來。奴婢遵令。這夜，京城震動，不少官員一直熬到寅時，才穿上朝服，跟着錦衣衛到了皇宮午門。太子殿下駕到！太子殿下千歲，千歲，千歲！眾大臣免禮。前兵部尚書已被本太子罷免，但兵部不可一日無主。本太子欲請冠軍王蘇振廷暫領兵部尚書之職，諸位以為如何？太子殿下，臣有異議。蘇將軍身為義興王，委身擔任2品官人，豈不是亂了朝綱？說這話的人是兵部侍郎胡顯丕。襲萬里被流放好後，最有希望接班的便是他。胡大人言之有理，历朝歷代都沒有義興王去尊2品尚書官職的，還請殿下三思。請殿下三思。此事胡大人跟王大人言之有理，的確是本太子思慮不周。既然兵部尚書一職與蘇將軍品級不合，那就升蘇將軍為大都督，正1品之，協統天下兵馬。太子殿下，萬萬不可！歷代先皇一直在削弱都督府實權，如今太子一道令下，便把30萬軍權拱手歸還，如此歷代先皇如何能安？哼，胡大人，你的意思是蘇將軍可能造反？胡顯丕，我蘇家世代為大秦帝國捐軀，豈是你這等小人能侮辱的？蘇將軍，我沒那個意思。先父兄弟7人共同參軍入伍，為國征戰29年，一門2代32人，如今僅存我1人，其餘全都是戰死沙場。太子殿下，末將求請為我蘇家證明。太子殿下開恩，微臣真沒有那個意思。哈，兵部侍郎胡顯丕在朝堂上放肆妄言，侮辱忠烈之後，品性不堪，難當大用，即刻革職查辦，下詔獄，由東廠錦衣衛嚴審，以慰忠良。太子殿下開恩，開恩了！王大人，救我啊！太子殿下，即便是胡大人有罪，也應當交給刑部進行審理。王學士，你這是對本太子的命令有所不滿？臣不敢。來人，將胡顯丕帶下去。既然無人異議，那麼蘇將軍身為大都督之事，就頒布玉璽，昭告天下了。臣等遵旨。卑職羽林軍副指揮使蘇平北將軍麾下新岳副官趙遼，攜蘇平北將軍急奏，求見太子殿下。宣進來。太子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京城郊外數萬災民湧入了羽林渭南大營，羽林軍指揮使趙建業下令坑殺災民，現場血流成河，隨時可能發生民變。數萬災民匯聚在京城之外，為何本太子一無所知？京城府尹何在？啟稟殿下，微臣京城府尹江州。本太子問你，這數萬災民在京城外已經多久了？
已經2個月有餘了。2個月，災民聚集這麼大的事情，居然不稟報給本太子！來人，將這瀆職無能的狗官給本太子拖出去，斬立決！殿下饒命啊！趙玄机，你侄子趙建業面对災民聚集，不上報不安撫，私自坑殺災民，此事你作何解釋？老臣也不知道內情，想必肯定有原因。哼，原因？有什麼原因可以讓他下令讓士兵去坑殺手無寸鐵的災民？更何況災民足有數萬之眾，他就不怕激起民變？蘇振廷，末將在。本太子命你即刻出城，前往南大營，將趙建業捉拿歸案。末将領命。若趙建業抵抗，殺。遵命。殿下，老臣有事启奏。講。灾民事发突然，当務之急應該是賑災與安撫災民，否則不利朝廷。故此，老臣請殿下即刻挑選一名宅心仁厚、可代表皇族的人前去安撫賑災。老臣認為，九皇子自幼受皇后娘娘教導，親自前去賑災，再適合不過。老狐狸，羽林為坑殺災民，天下百姓只會說皇家無情，監國太子無道。這個時候，讓九皇子去安撫賑災，好來搶我名聲。首府言之有理，請太子定奪。好，那就依趙首府的意思，讓九皇子去賑災。但若是有什麼差錯，本太子絕不輕饒。臣等遵命。王大人，這次九皇子賑災的事情，還需你在身邊多多輔佐。首府放心，我定當全力以赴。這太子現在心智更加成熟，喜怒不形於色，斷然不可多留。哼！末將蘇平北參見太子殿下。可是趙建業的事辦妥了，父親親自出馬，加上有太子殿下之令，趙建業並未做反抗，連同他手底下的心腹，末將都一併帶了過來。把人帶上來。跪下！哼，我為何要跪？見太子不跪是大罪。我本就是被拋棄的棄子，跪與不跪都是一個死字。太子要殺要剮隨便。我趙建業皺一下眉頭都不是好漢。趙玄機讓你投降的時候，是不是承諾過你會將你的族人全部保下來？是又如何？趙玄機意識到不可能把你保下來，所以他用你的性命跟本太子換了另外一個好處。本太子給他了，你放心，本太子在此以性命擔保，你趙建業的親屬族人，本太子都會滿門抄斬。而到時候趙玄機不會為了你一個死人和本太子對抗。不可能！你不是喜歡以強凌弱，坑殺災民嗎？本太子今日就讓你嘗嘗當弱者的滋味。蘇平北將他砍去雙手雙腳，丟到災民中，派人盯着，讓他自生自滅。但凡有敢來營救者，殺無赦。是。不要！不要！殿下，九皇子求見。九皇子來了。最近他那邊有什麼動靜嗎？趙玄機下朝後，就帶着眾大臣去見了九皇子，商討賑災的事情，其餘的就沒了。宣他進來吧。臣弟參見太子殿下。你平日裡最怕本太子，這一次單獨來找我，不怕嗎？太子殿下是國之儲君，臣弟理應敬畏有加。往日多是臣弟有錯在先，太子殿下教訓臣弟，也是為了臣弟好。說吧，你有什麼事情要見我？幸得太子殿下器重，讓臣弟代表皇族出面賑災。臣弟思前想後，不敢怠慢，便想將賑災的準備文書呈給殿下看看。呈上來吧。不過幾千災民，你這上面寫着需要戶部出60萬兩，另外還需要工部派遣人手搭建棚屋，你覺得合理嗎？大秦尋常百姓一家1年的吃穿用度大約在30兩左右，你這60萬兩銀子足以讓10萬人吃上1年。除了修建避寒棚屋，還要施粥，這些應該也不算多吧？不算多，你是錦衣玉食慣了，竟說出何不食肉糜這等話來了。給你10萬兩，人手的問題你自己想辦法。請太子殿下開恩，至少批30萬兩，否則臣弟無法向母後交代。皇後要是有什麼不滿，你讓皇後來找本太子說吧。滾出去！太子殿下是不想讓臣弟把賑災的事情辦好，所以故意刁難。放肆！本太子若是故意為難你，根本就不會同意趙玄機把你推出來。你和趙玄機都以為本太子是迫於朝政壓力才妥協的，哼！本太子看中的是你出面做這件事情，趙玄機和其他大臣會全力配合。為了那些災民早些安生，本太子可以做出妥協，但這種妥協和你沒有半點關係。
滾出去，自領10大板。殿下，消息傳到了皇後娘娘那邊，皇後娘娘派人把九皇子接走了。打夠了10板子沒？只打了7板子。混賬東西，去把九皇子給本太子攔下來！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來了，這10板子也要打足。來人，把九皇子給本太子綁了。太子，這是何意？奴婢遵的可是皇後之命。皇後主管後宮，本太子作為監國太子，處置不聽話的皇帝，皇後也說不了什麼，把還沒打完的3板子補上。太子，你這樣做，皇後娘娘必然要責罰你了。本太子做事，什麼時候輪得到你一小小宮女指手畫腳，拿皇後壓本宮？你有幾個膽子，幾條命，把這膽大包天不知死活的東西拖下去杖斃！太子，我是皇後娘娘的貼身宮女，你不能殺我。拖下去。啟禀殿下，那宮女已經被杖斃，剩下的3板子繼續打。本太子在這裡看着，這一次看誰敢攔。皇后娘娘駕到。